2026年对新加坡来说，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年份，也是一个令人紧张的开端。看看我们身边，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？全球关税战的硝烟仍未散去，各国货币市场依旧波动，资本流动频繁，经济政策复杂，甚至不确定性在不断刷新全球经济趋势。过去，新加坡屹立在亚太经济体系的中心，以稳定和韧性闻名。然而，未来的挑战将更加复杂。今天，我们的目光集中在3个关键问题：资本流入带来的冲击、新元升值的压力，以及全球关税政策掀起的涟漪。它们正逐步成为新加坡政策制定者最头疼的难题。这些挑战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危机与机遇？它们对新加坡的经济政策乃至在全球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地位，有着何种深远的影响呢？别走开，接下来我们一一解读。为了看清2026年新加坡即将面临的经济问题，我们不妨分3个维度看清背后潜藏的真实影响。过去几年，全球投资者用真金白银告诉我们，他们更信任新加坡这个全球金融枢纽。统计数据显示，仅2025年，新加坡就吸引了超过35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，这个数字创下了5年来的新高。但你知道，资本流入多了，也不是全都是好消息。这其中显现出一个明显的问题：新元的升值压力开始显现。自2024年以来，新元的名义有效汇率 SNER 一直维持在金融管理局设定的政策区间高点，这直接增加了金融管理局在货币政策上的局限性。为了控制通胀，新加坡几乎没有太多操作余地了。但更重要的是，这么大的资本流入还可能导致金融市场过热，甚至引起房产以及其他资产价格的过度波动。资本的突然撤离可能会触发金融漩涡，资本流动问题会带来多大影响？新元升值又给哪些领域雪上加霜？再说说第2个挑战，随着资本蜂拥而至，新元的升值不仅让 MAS 泛滥，还给出口型经济带来了严峻考验。2025年数据显示，新元对美元全年升值幅度在 4% 左右，听起来不算多，但这对出口型企业，尤其是电子制造业是个大麻烦。我们来看看一些数据，新加坡电子制造业有超过 46% 的产品出口到美国，新元升值以后，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变得更贵，也就削弱了价格竞争力。再加上全球需求疲软，企业运营变得更加艰难。MAS 虽然已经采取措施调整汇率政策，但短期内这样的波动似乎并没得到完全有效的缓解。更麻烦的是，这还只是其中一环。全球关税政策的变化给新加坡更带来了另一层挑战。我们接着往下看，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最近几年逐步加剧，而这种趋势对新加坡来说可不是一个好消息。2025年，新加坡出口有 45% 以上的产品销往美国，其中电子产品出口首当其冲。在美中新一轮的关税调整之下，这些产品的价格不仅进一步上升，需求也在下降。当然，制药行业相对受影响较小，但这里也面临全球供应链中断的隐患。如果不能及时调控，很可能会进一步压缩新加坡的出口动能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些外部冲击我们难以预测，又该如何有效应对？接下来我们来看新加坡可能采取的政策布局。前面提到了挑战，现在就该探讨解决办法了。既然危机是不可避免的，我们便要寻找突破点。首先，金融管理局必须对新元政策区间保持动态调整。说白了，新加坡要更加灵活地应对资本流入，同时减少进口通胀等副作用。此外，政府可以通过扩大财政扶持，减轻弱势行业和出口企业的成本负担，例如通过税收减免、专项补贴，帮助电子制造业和相关产业渡过难关。但这仅仅是基础，新加坡又在产业结构上找到更长远的出路。接下来我们说说转型迫在眉睫，新加坡需要在产业结构上进一步多元化，缩减对出口制造型经济的依赖。近年来，绿色能源、金融科技还有智慧城市的建设一直在提速，这些新兴产业可以让新加坡经济更加抗压。比如绿色能源领域，过去5年，新加坡仅太阳能投资就已超过12亿美元，预计未来10年能占据东南亚能源市场的10%份额。新加坡不仅需要在本地改革，还需要在全球化层面去加固自己的重要角色。加强多边合作仍然是新加坡的一张王牌。新加坡和亚细安经济体之间已经构建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CEP， 这种地区性协定就需要进一步深化。同时，新加坡和美国可以在数字经济合作中探索更多机会，而在绿色能源方面，则看看是否能够通过技术共享布局更多市场。新加坡的经济困境并非无解，灵活的政策、多元化的产业发展，加上多边合作，只要应对得当，新加坡未来的全球经济枢纽地位并不会动摇，反而可能借着这些紧张局势进一步提升高度。你怎么看呢？新加坡还有哪些领域需要发力？或者你认为政府需要更多推出哪些创新政策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畅所欲言，别忘了点赞支持，分享给朋友，也记得点击订阅按钮。我们将持续为你关注全球经济的热点和走向。我们下期见。